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，我是快60的，我认识一个40岁的一个直男，像我发生那一种关系我是不可能的，但是跟他两个人亲亲热热的，大概我们在一块儿，前年1年到去年1年关系非常很好。我们是在棋牌室认识的，现在我不大跟他两个说话，打麻将不说话，是不是在桌子上面可以跟他说说？因为我个人在低落的时候跟他两个认识的，所以毕竟我对他还有感情。跟他去年经常出去泡澡啊、按摩啊、吃饭呢，都在一起。8月份之后9月份有一次，人家给我一个环桃，我问他你吃不吃，我就拍个视频给他了。我说你要吃我就送你给你，他说你有多的话你就送过来吧。我就第2天早上我就送过去了。让我总结一下，就是你现在喜欢上一个直男，然后你跟他打牌认识的，然后你平时有时候跟他亲亲热热，他也不拒绝。平时呢，你会给他一些就是那种鸡毛蒜皮的不值钱的那种小礼物，然后也会请他吃吃饭，对吧？但是我去年他搞什么铁嘛，但是他就需要钱，我没有，他这个非要那个，之后就帮我玩了视频了，就跟他两个发生那个。他问你借钱之后，然后你说借不了，然后他开始就是对你态度发生转弯了，对吗？没有，这个我也借给他了，这个呢就是他送一只表给我，但是我没有。借了多少钱？1万1W。送你那个表价值多少钱？表大概可能也不是旧的，旧的。你猜大概能值多少钱？能值1000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也跟他讲，我不要表，我就问他这表跟我是什么意思嘞？什么牌子的？是不是不认识的杂牌？后面有个皇冠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个的。现在我们讲重点，就是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借了钱给他，他送了表给你，拒绝了之后，发生了什么矛盾？他不理你了？我有时候经常我就发信息给他，他以前也借过钱的，借着我也借给他了，但是我就试探他，我以前的过去全部都清零啊，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就直接讲。这个他发信息过来了，他就讲下一次你不要待我太好，待我太好我会让你失望的。但你人非常很好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朋友，他这么回了。等一下，你说有话直说，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，应该是你有话要对他直说吧，不是让他有话对你直说吧？我是叫他跟我有话直说。你说了什么吗？最后他就讲，下一次我和你说话，我就直截了当的说。所以我就第送表的意思，我其实是搞不清楚。第二嘞，像那种情况的话，因为我们在一个棋牌室，原来跟他两个关系，然后过这个打牌啊，就想我跟他两个关系特别好，就不愿意我跟他两个在一个块儿。我跟他还在一个桌子，人家都不愿意。讲重点，跟他两个能不能像以前那样的那么好？我刚才问了你问题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现在关系有一点疏和了，你没有跟我讲。实际上大的问题没有，就是涉及到钱，但是我就跟他讲，因为借个2次钱，第一次借这个就没那个，第2次借钱是发生关系那一种的，我就跟他讲，你第一次那个钱借这个最起码要还，我就叫他写个借条，他非不写，不写给我跟他两个人在电话里争着。所以说，就是他第一次问你借钱，你说要写借条，他不肯写，然后你跟他发生了争吵，争了一下，是不是？自从他发信息过后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跟你只好写个借条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。就是现在，就是说你现在让他写这个借条，他现在有些不满意，所以说导致钱那么好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好了，我明白了。首先第一个啊，这个男的说以后你不要对他那么好了，对吧？他可能觉得有点消受不起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你对我这么好，那你是你自愿的，反正我是不会对你好的。要是以后我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呢，那你也要理解一下，这个叫做免责声明。第二个，他问你借钱，连欠条都不愿意写，有可能就是他不打算还。第三个，就是你跟他平时亲亲热热，你看他的眼神，虽然你没有直接说过喜欢他，但是他知道他为什么愿意跟你亲亲热热呢？因为觉得你有利用价值。什么利用价值呢？就是可以免费借钱给他，但是你现在却说要写欠条。首先第一个，你年纪比较大，第二个，你是一个通讯录，他是一个直男，然后呢你又不愿意继续提供你的利用价值，那你就等于没有价值，你没有价值，那别人就不跟你玩了。所以就是这么简单，恋爱的本质就是利益交换，你没有价值了，你凭什么要去换取别人的年轻呢？但是现在我跟他在一块儿打牌，我感觉他不像以前那么那个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因为他以前觉得你可以免费给他钱，结果后来他跟你商量，居然你还让他写欠条，他当时在电话里面表示出了不满意，结果呢你好像听不懂，还逼着他写欠条，所以他现在就不开心，他觉得我们的机会要卖10块钱，然后呢结果呢你只给他5块钱，你觉得那个老板会开心吗？对，知道。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是今年9月份之后我就跟他两个就没有联系了，没联系之后大概经常有人打打牌在一块儿，反正你在这打牌我也在打，也没有什么那个是吧？但是我就感觉他总是有一种心思，我搞不清。对呀，你自己舔啊，你自己舔，你还怪别人看不起，你自己不要脸。
没有尊严，白贴倒贴，别人看不起你还要给钱给人家，还要去送桃子，你还让别人看得起你，你自己觉得合理吗？你自己都看不起你自己，还要别人看得起你？不是，我发现他进一走之间好像人好像有心思感觉。我跟你讲，你们既然做倒贴，那你就别那么计较，好不好？别人看不起你，你也忍着；别人问你要钱，吃点亏你也忍着。你喜欢倒贴，对吧？那你就倒贴到底，你不要一贴了之后又在那么计较，斤斤计较。哎呀，我又做了他箱桃子，他怎么不送我一箱李子？哎呀，我也给他吃了顿饭，对吧？我请他吃了顿沙县小吃，我吃亏了。这瓶矿泉水还要2块钱。你既然想倒贴，倒贴到底，不要斤斤计较。你要斤斤计较，你一开始就说明白，不要做自相矛盾的事情，这样子只会让人看不起。我们也细致的说，你还不知道主播，他前几次借的钱不像后一次那个钱，前几次他借的钱，因为他有孩子，没有正式工作，所以我觉得在某方面你条件没那么好，我请的是1万块钱，没必要给他钱，加上1万块钱，不知道怎么钱，我们先找他有孩子的还是万呢？不知道他有钱呢，发现就是他差，他们不容易的，到人家好也就是他也是他就把他欺负你来买，对吧？我现在再解决你一个问题，我就给你下麦了，好吗？因为还有其他人连。我跟你讲啊，就是有时候如果说你表现得很舔，你表现得没有尊严，然后表现得没有原则，他做什么事情都接受他，人家就知道拿捏你了。我跟你讲，小孩子出生都会了，成年人更会。很多时候啊，就是我们表现出情绪稳定，那是因为他觉得你值得尊重，他就会表现出情绪稳定。当他觉得你不值得尊重的时候，他就会本性流露。啊，你的问题差不多就是那些事情，就是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，但是呢，就是说你不知道怎么去恋爱，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建立一个恋爱的原则，不是去倒贴呢，就是去舔，然后呢，最后还觉得就是说对方回馈的不够多啊，觉得对方有点不尊重。我没有叫他回馈，我只要你人真心待我就行了，我是这么想的。